Hello 亲爱的小伙伴，大家这个早上好。背景音乐有点大，关小一点。欢迎又来到这个轻松又愉悦的赛博茶室，喝喝茶，随便聊。早上吃个鸡蛋，营养又健康，对吧？这个营养又健康非常的重要，这鸡蛋挺好的。这个饮食很重要，对于你的这个肉体。刚开始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翼翼的护持它，对啊。那么你小心翼翼的护持它，它能够长远一点，而且各种机能能够好一点。在这个身体之上，其实你锁住了很多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比如说一件非常牛逼的机器，但是里面很多功能锁住了。这锁住的很多，就是因为你能量上不达然后的话很多东西运行不起来。其实很多的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方式逼的那个能量飙升，飙升之后它似乎有五花八门的各种功能就出来了。但是这种逼的飙升，因为是逼出来的，你不逼的时候它又退回来了。这个为什么有所区别？和大家说的这个越说越形而上了。有一些正统的和一些邪乎的，为什么有些区别正统并不是说特指某一类而是说它能够让心始终在，就是它本来就是有一条不是说具体的一条道，它本来就是可以在这个上面的，它自己累积的，在这个里面。然后能量就飙升了但是的话，你不用做就在这个道上，那么能量飙升了这个是比较好的。造作出来的它都会往后退，这是很重要的。而且造作的话，它又发出了很强烈的心。什么叫强烈的心呢？你想要有这样的一些东西，想要有这样的一些功能，相信知道小伙伴就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的话，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复杂。我现在网上新闻上又看到了这个很多地方在这个应该要快到了吧，这个时节对吧？祭祀之类的，路旁边之类的，对吧？火是一种东西，能够转换两者的一些能量所以很多东西很多方式它都是火，对吧？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我剥个鸡蛋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所以你说有吗？对吧？你说有吗？在事项上有五花八门的，在理上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幻化，就像一个电视机里面一样，所有的世界都是在电视机里面的一种幻化，这个是理上说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并不能因为理上这么说，然后你就觉得一切都是幻化啦，你就反正这样子怎么样了，那么你就偏向于理了。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智慧变得不湿润，变得很干燥干燥的东西就会让你很难受这个就会让你很难受。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但是事项上你还是要按照事项上来的这东西讲多了好像也一点都没有意义，还不如吃个鸡蛋呢。我刚好剥好了鸡蛋不好意思我就虽然有点不礼貌，但我就边吃边说了。大家知道鸡蛋什么样烧的最好吃吗？不能烧的太过头了，你不能完全的生，当然这里面带有很强的主观的感觉，但是这个口感适合大多数人这个恰当真的这个恰当很重要，恰好。那你说恰好是什么时候呢？
没有具体的说，每一个人的恰好他都不一样，那么需要你自己去感觉。在中国文化里面好多这样子的词汇，所以你看中国的大厨那些多少火啊，火力多猛啊，怎么样啊，它都很不精确啊，你放多少盐啊，搞一把，那一把多少啊，都不精确。西方文化里面呢，几克就是几克，旁边还放一个称，对吧？你一粒不会多，一粒都不会少，重量完全精确，所以它能批量化，对吧？到处都是批量化的呢。你中国的那种真正的一些要搞成批量化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各种文化里面都体现出了一个刚刚好、恰好啊。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刚刚好呢？对啊，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刚刚好呢？你越是猛烈的追求，对啊，我们现在的文化里面流行的猛烈的追求，全部的投入，对吧？把你骨髓挤出来的感觉，对吧？完全的进去，你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吗？这个不是恰好，这个绝对是用力过头啊！这个用力过头，然后你必定痛苦，就这么简单。你用力过头，你会成功吗？会成功。那你成功得来的东西也必定痛苦，就这么简单了，对啊，因为它现在完全是在头脑的一个模式里面，头脑的模式里面，每天的在这个框架里面思索，你不可能知道头脑之外的东西，就相当于一个频道，一个收音机，你核定了这个频道，你看头脑吗？你打开头脑频道吗？世界频道有很多维度，你只打开了头脑维度，那么的话，你以为这里面都是一切了，在里面哭泣、难受、伤心，这不行，熬得不行，对吧？你很舍不得一个人，熬得不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会黏在一起，对吧？黏在一起的本质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有粘连，有一些这个中国人说有一些缘分，对吧？那什么叫缘分呢？缘分其实从能量角度上来说，你们两个人灵魂还是肉体层面有很多看不见的一种共振，这绝对是这个样子的。我这里要说的绝对是这个样子。对啊，所以你看到那个人的一瞬间，你感觉到我靠，这他妈的这种感觉很亲切啊！你是不是有遇到过这种人呢？老师我没遇到过，那你遇的人不够多，一定有。你在这个时间走了很多很多，见了很多，有些时候人群中一眼看到这个人非常亲切，然后你不着急跟他相会，不着急，你知道以后源远流长。谁告诉你的？你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告诉你的，头脑这时候跳出来，这不靠谱啊！你这么妄想啊，怎么样啊，怎么的？但事实最后发现，你的感觉是对的。就很多人学生时代考试了，考 A 还是选 A 还是 B， 特别是英语考试，还选 A 吧，最后选了个 B， 对吧？最后发现 A 是对的，刚开始的往往是对的，对啊，后面的感觉掺杂的太多的头脑的思虑。所以头脑的思虑一旦进来，扰乱了你直达的感觉。因为所有的灵感，它不是在你脑子里面产生的。大家注意一个观念，很多人总以为都脑子产生灵感，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缺乏灵气的人，一辈子缺乏灵气。为什么？他无法下载到那个灵感，对啊，无法下载到所有的感觉、灵感，它都是下载下来的。对啊，为什么能下载下来？你很通畅啊。对，你这个人很通透啊，所以能下载啊。你脑子一塌糊涂的一团浆糊，他无法下载。那么这就是他倒霉了吗？这不行吗？这亏本了吗？不是啊，这是他自己的浑浊有关。对啊，你里面如果通道清晰的话，就很清楚了，涌出来了。这个有一个词很好，涌出来，冒出来，你克制不了，涌出来。对啊，所以里面都具备。小孩子一出来的时候，他那个盖子没有盖上，对吧？他全部乱喷乱涌啊！但是小孩子基本上是条没回家的狗。
我这个荔枝，如果一路听过来的小伙伴就会知道，我说了很多遍了。小孩子基本是条没回家的狗，什么意思呢？狗你看，那个眼神，你去看狗的眼神好了，特别好看，对吧？特别单纯。我是说有一些狗啊，刚出来的狗啊，但是混久了，那狗特别是跟人混久了，那眼神当中带了几分戾气了，完了，也有忧叹，各种眼神都有了啊。那狗发生了变化了，这就是条离家的狗，对吧？离家了，狗离家了。狗还有一个阶段，它回家了。回家的时候，它的眼神再次的清澈，但是这个时候跟没有离家之前是不一样的，对吧？没有离家之前，只不过它里面有一个出走的信号，它里面有一个被外在污染的危险。但是离家的狗是永远不会害怕污染的，对啊，这个也就是佛家里面比喻的，在淤泥里面生出莲花来了。对莲花来说，那是淤泥吗？只不过大家觉得那是坨淤泥，对莲花来说，那一坨东西爽得很，对吧？它不会视作淤泥或者清净物，对啊。所有的人都在自我的定义的世界里面活的，所以你觉得辩论有需要吗？毫无意义。很多人会说你是唯物还是唯心的？我想说一点，就是我是唯有快乐，让自己舒爽，快乐就挺好。为什么呢？我这里指的快乐并不是和悲伤相对啊，这种快乐会让你松弛，松弛的时候啊，让你接近于，对吧？接近于那个缝隙啊，这个缝隙的概念我讲了很多了，大家不明白的话可以往前翻啊，讲了好多了。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就是那个门无处不在啊，那无处不在啊，但为什么会找不到啊？因为你找就会找不到。我靠，那他妈一套套的，他妈讲的很像话术，其实这根本不是话术，都是最直接的话，直达的话。好，这个东西就不多谈了，因为什么不多谈？因为谈了好像没有意义。那为什么要谈呢？刚好说到了，我又剥好了一个鸡蛋，第二个鸡蛋剥好了。今天的名字，这题目就叫做剥好了第二个鸡蛋好了。吃个鸡蛋，待会儿再去喝杯咖啡。咖啡还是要那种豆子磨出来的好，但是豆子不能提前去磨好，香味会走掉。豆子在吃的时候现场磨最好，我是最喜欢用摩卡壶。对啊，那摩卡壶煮出来的，最后的那个壶里面哗哗哗哗那种咖啡沸腾的那个泡泡一样的那种声音啊，代表快好了，对吧？然后再加上一点纯牛奶，一定最好是冰过的，没有任何添加物，没有任何放糖啊，这种是最好的。很简单的早餐啊。然后就这么美妙的一天就开始了。我刚好今天我5点多起来了，现在6点都不到。因为我家这边离这个王阳明那边很近啊，故居啊，待会儿我就过去。王阳明那边去了好多次了，今天再去看看，顺便拍一个节目我们过去30多公里吧，很近。一切让你爽的东西都已经具备，如果现在不具备让你爽的东西，你一定要某某条件之后才爽。我告诉你，那不是真爽。真正的爽现在已经具备了。对啊，是这个样子。就打个比方，那么你觉得以后科技发展会给你带来很爽的东西吗？并不是。很爽的东西人类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如性。无论科技怎么发展，它只是形式的不同，锦上添花，其本质处一开始就有了。对啊，它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好了，今天的话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又说到前面了，尸菇嘛，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吗？网上你去搜一下，很多啊。中国人看到这些画面的话，你的内心的感觉会涌出来，那是涌出来。为什么我会说涌出来呢？就算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活动，你是个中国人，即使你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很久了，那么感觉穿透了这个头脑的隔膜，不停的涌上心头，那种味道就绵绵不绝的就出来了。所以就整个中国文化里面是非常和谐的，非常圆融的，又非常的慈悲的。它照顾了很多方面，对啊，甚至是无依无靠、无有医护啊，然后它都组织了这活动。所以在这种无尽的这个监狱里面，对啊，在这个无尽的监狱里面，为什么说无尽呢？你看不到尽头，也没有看到牢笼，也没有看到墙壁，你这样子才能无限的循环下去。循环是无有限制的，对啊，你可以在里面待个1亿万年，对啊，你就出不来。对啊，1亿万年里面，在里面无论干什么，你就出不来，就这样子的。那对外面呢？你的1亿万年对外面来说，有可能是1秒钟。有可能是1亿万年，它就如此。所以整个世界它是一个圆融像。你说从过去吗？你开往未来吗？你发现像地球一样，你从过去比如说从一个点，那么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了，走到未来你可能又回到了原始点啊，这种思维啊，这就是一个本质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起来走了很多的路，其实上你会发现你一步都没有走，而且你要的东西它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你的原地了。对啊，你要渡过这条河吗？其实你不需要渡过这条河。你说老师那是彼岸啊，我要去彼岸啊，其实你站的地方就是彼岸，但很多人意识不到，总要折腾很久了之后啊，他站在了一个地方，他以为离开原地很远很远了，他相信了，他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了，他终于到达了。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认为都是假的，对啊，他只有没有付出任何的努力，对啊，没有付出任何的努力，发现原来这里就是我的，那才是本来的样子，对啊。你为什么要追求本来的样子呢？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追求倒还好，你一追求反而就离得更远。离得更远有必要吗？对很多人来说非常有必要，因为你不离得远，你返回来，你就不知道返回。哇，今天的这个榨菜条有点虚幻啊，有点咬住了一半，突然发现下一秒那东西不见了。那东西虚拟化了，时不时的来实化、实体化、虚拟化 ，OK 啊。好，那么今天8月份，7月份那个节日就又要到了，对吧？行，祝大家自由学丰盛啊！说了一半。我的时间今天刚好6点，现在刚好快6点了，我就先下去了啊。下期见，see you，